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一个人若想在社会上安身立命，钱财是必不可少的。大部分人会觉得钱财越多越好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钱人。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成为有钱人的命格。而一个人是否有钱，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手面相特征看出。下面就让大佬带大家从手面相的角度分析一下，哪些人有成为巨富的可能。一、巨富的手相特征。一、手上有豪宅纹。豪宅纹位于无名指的下方，在感情线的上方，又称金房子。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，多路进财，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。二、手上有星纹。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星纹，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，横财可得；二是代表你的子女财运也会不错，可享子女之福。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，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心想事成。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，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，飞上枝头做凤凰。若是连接了太阳线，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。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，有时会消失，你能否把握住，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。三、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。在无名指下方直冲无名指的竖线为财运线。若财运线生得比较粗且明朗清晰，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，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，而且愈动愈旺，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。如果是从商求财，必定是财如流水，连绵不断。此外，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，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。四、手掌中多财库。若手中多财库的人，则易大富大贵。从相数学的角度分析，一般来说，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，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者，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皆为财库，表示着财富。无论男女，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，是容易大富大贵的手相。五、水星丘红润隆起。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，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。如果水星丘红润且有隆起的话，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，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。此外，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，应变能力也很强，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，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。六、田宅宫饱满。在手相中，田宅宫是指大拇指下端对应的部位，西方手相学称其为金星丘。从八卦类象说，又为艮宫，这个部位通常来说代表祖业、房子、田产、物业等等。如果田宅宫长得非常饱满，有肉、肥厚、凸起，甚至突出一块肉，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，代表其人的家庭运好，容易早置业，住大房子。七、财帛宫凸起。手相学中将食指根部的部位称为财帛宫，西方手相学称其为木星丘，从八卦类象来说又为巽宫。看一个人财富的多少，主要看此部位。假如财帛宫生得凸起饱满，多肉红润的话，表示其人的财运一定很旺，而且其人很有经商头脑，会寻找各类赚钱的机会，并因此而获取巨大的财富。八、
太阳线清晰伸长。太阳线又叫成功线，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，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。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或小，能不能拥有巨大的财富，很多时候它也起很大的作用。假如太阳线伸得清晰伸长的话，代表其人非常幸运，常常有贵人相助，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。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，到达月球或生命线的话，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。9. 中晚运发迹的 M 纹。手相中 M 纹是由玉柱纹连接智慧线和感情线后，与生命线形成的一个 M 纹图形。一般早运事业波折，早不于钱财，中晚运发迹居多。这位女士手有 M 纹，属于中晚运才能发财发福的象征。生命线上出现明显的希望线，人生目标确定，无人不富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M 型纹理一般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方可成为人上人。如果手中各大线配合得体的话，一般40岁之前可以成事成名，财富丰隆，否则必须40岁以后才可发财。10. 财富纹。在大拇指的第2节表面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纹线，这些纹线便被称为财富纹。财富纹不论横纹或直纹，纹线越多，表示钱财积累的越多。另外，在大拇指第2指节与手掌交界处的交叉线所组成的格子纹、斜纹、三角纹、菱形纹、钻石纹或类钻石纹等，均可称为财富纹。而且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，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赚大钱的可能。拥有财富纹的人，无论是横纹、竖纹或者是斜纹，纹路的数量越多，表示其人的财富越多，同时也更加忙碌。因为拥有很多财富线的人，大都会对其所从事的工作事必躬亲，谨慎小心，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也非常辛苦，故人们常说财富线多的人是天生的劳碌命。2. 巨富的面相特征。1. 额头高耸宽阔。个人的额头如果有着高耸且宽阔的外形特征，那么说明他们善于思考且富有智慧，做事习惯于用最正确的方式去解决，并不是那种有勇无谋的莽夫。这类人无论做任何工作都能取得好的成绩，更是容易在年轻时期闯出一番事业。所以说，额头外形出色的人容易获得富贵。2. 田宅宫较为丰隆。所谓田宅宫，就是指位于眼睛和眉毛之间的位置，不仅仅是上眼皮。这一部位若是有着微微突出、较为丰隆饱满的外形，那么其人的房产、不动产等资产就会非常丰厚。除了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去获取之外，也能够从家人那里获得馈赠。这类人积累财富的能力很强。3. 鼻梁挺拔，笔直，鼻翼丰满。鼻子是面相中的财帛宫，也是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部位。好的鼻子应该是鼻梁挺拔，鼻翼丰满，鼻头圆润。这类人不仅工作出色，正财收入稳定，而且很擅长管理财富，不会在生活中遭遇破财危机。此外，挺拔笔直的鼻梁也意味着命主工作顺畅。4. 颧骨挺拔，但不尖锐。高耸的颧骨意味着命主的权势十分强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他们容易成为公司企业的领导者，或者是依靠个人能力成功创业，获得令人羡慕的财富收入。
特别是当颧骨高耸但并不尖锐的时候。其人不仅自身事业运出色，而且还可以在工作中遇到自己的贵人。5. 嘴角微微翘起，牙齿无缝。微微翘起的嘴角象征着命主的心态出色，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能够保持成熟稳重的态度，有着成大事的资本。而无缝的牙齿则代表着其人金钱观念出色，不会肆意浪费财富，所以说也是有才的面相之一。6. 下巴饱满丰盈。下巴在相学中被称之为地格，代表的是其人在晚年时期具有的运势变化。如果个人的下巴饱满丰盈，线条圆润的话，意味着其人中年之后财运出色，不愁吃穿。在老一辈的观念中，长得胖乃是有钱的象征，因为只有有钱人才能够吃得肥头大耳，身宽体盘。但是在相学中，象征着有钱的特征可不仅仅只是丰满肉感，一些较为重要的部位，比如鼻子、手掌等，还要有着出色的外形或者纹路。有这些特征的人才更容易有不俗的财运。手相除了3大主要纹路，也就是天纹、地纹、人纹之外，手掌大小、手掌颜色、指甲形状都能看出一个人的运势好坏。现在有很多人都说手好看，手控福利，但指甲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。今天大佬带大家透过指甲看命运，感兴趣的话就伸开你的手，看看你的指甲里蕴藏着怎样的命运密码。1. 甲纹。指甲凹变指的是指甲上出现一些横纹、竖纹以及斑点等等。指甲的这种变化，除了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低下、组织结构的破坏等病理变化原因外，对运势也有影响。指甲表面不够光滑，出现一条条的直纹，一般会出现在运势的凶年，也就是多为流年不利。指甲上的横纹说明可能是你居住的场所漏财，亦或理财方面的问题。指甲上有白点，说明事业或情感上犯有小人，一定要谨慎低调，小心投资风险，防止钱财打劫之事。2. 形状。1. 正方形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正方形状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方面非常正直，做起事来非常认真负责，属于特别爱岗敬业的类型。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真诚和用心，不喜欢玩虚弄假，不论做什么都会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事业心较强，收入也比较稳定，财运和收入状况良好。在感情中也是爱恨分明，不喜欢欺骗，所以也能赢得对方的真心，感情顺利。2. 长方形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长方形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温和大方，做事不急不躁，非常沉稳大气，而且心胸宽广，不喜欢斤斤计较，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和担当力，敢作敢为，内心坚韧。男人长有此种指甲的话，胸襟宽阔，能力突出，在事业方面能成大器。女人有此指甲形状，事业心强，属于典型的女强人，不喜欢依附于人，性格坚强，异性缘也比较好。3. 百合型指甲。所谓的百合型指甲，指的是指甲长得稍长，且中间部位较为突出，并且指甲的四周向内屈，看上去如同百合片一般。这种指甲类型看上去非常漂亮，比较常见于女性的手指甲。不过不论男女，长有此种指甲类型的人，一般性格方面非常温和善良，有着很强的亲和力，人缘特别好，特别招人待见，朋友较多，
桃花运和事业运都比较顺利。4. 圆形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圆形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，反应比较快，处事也特别灵活多变，有着很强的变通能力。为人处事方面不死板，而且性格温厚，不喜欢争强好胜，属于那种踏踏实实做事的人，而且态度非常踏实稳重，也特别会照顾人。婚后也非常懂得体贴和关心自己的另一半，家庭责任感比较重，婚后也比较顾家，感情稳定，家庭和睦。5. 扇形指甲。所谓的扇贝形指甲，指的是指甲的形状下窄上宽，但指端部位呈圆弧形状。长有这种指甲类型的人，一般天生体质较好，身体素质好，不容易生病，而且做事执着认真，有很强的耐心和耐力，特别能吃苦耐劳。只要决定的事情，不论再艰难，也会勇敢地去面对和完成。对待感情也同样如此，只要认准的人，就会勇敢而坚定地追求，对待感情非常专一，属于特别务实的类型。6. 梯形指甲。与扇形指甲正好相反，梯形指甲的重要特征便是指甲的形状呈下宽上窄状，且指头部位的指甲线条较直。长有这种指甲的人，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都非常低调，性格也比较内敛，做事朴实，属于非常务实的一类人，而且思维缜密，做事很有规划和想法，不会贪功冒进，喜欢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在感情中也更加注重对方的品行，事业和财运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。7. 指甲凹凸不平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一直看上去凹凸不平的话，这种对于自身的运势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但若是在某一段时间内突然变成这样的话，大多皆是由于近期的营养或饮食不均衡所致，也代表着近期的健康状况不佳，身体方面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，而且心思也会变得较为浮躁，做事缺乏耐心和细心，容易因为思考而坏事。8. 狭长型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狭长类型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具有艺术方面的才华和天赋，相比较于物资而言，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，想法也比较不切实际，也特别喜欢钻牛角尖，属于那种具有完美主义情节的人，凡事都要力求完美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事业和财运一般发展较好。3. 光泽。1. 指甲颜色偏白。假如一个人的指甲是白色的，当然不是化妆的那种白色，是自然的白色，说明这个人目前身体状况不佳，无论男女气血差，男的是气弱，女的就是贫血多，这就要留意了，会延伸出非常多与血气有关的毛病，必须引起重视。如果指甲白色的程度接近乳白色，更加说明这人目前运气不佳，多阻滞，多学少成，并且也可以看出这人出身差，至少父亲是一个辛劳操劳的命。2. 指甲中的斑点。而假如一个人的指甲中多斑点，这也是不好的现象，说明这人一生之中要有大灾，或是其父母中有人有过大灾。指甲中有斑点，多主母亲或女性长辈身体中有常年的慢性疾病，也说明有这样情况的人运气起落大。
几年好，几年差，并且往往也代表成家迟或子息迟。3. 指甲太红或太黑，假如指甲太红或是太黑也不好，说明这人易若长短，多小人，整个指甲充血频繁，处于严重状态，说明这人脾气大，易发火，轻易有突发性的伤灾，或要遇上官司打斗的事。黑社会里面那些人10有8个肯定指甲都是长期处于充血严重的状态，而非常多人喜欢留长指甲，其实不好。指甲乃骨之余，指甲外露太多即是骨外露，骨喜藏不喜露，露则轻易有争执、纠纷或纠缠不清的事。大佬最后再补充一点，通常健康运势好的指甲下部都有白色的月牙形，如果5个指头都有月形，那是最好的。如果大拇指上没有月形，那就得值得注意了，说明身体营养缺乏严重。如果碰上指甲突然断裂，甚至出血，或者出现更大的外伤，那么你一定要谨慎小心，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或霉运，务必化解命理和胃里的不祥之兆。手相学中，每个人的手指都各具有使命、表情及性格。在手指上有的2个指关节向外突出，有些人比较粗大，也有些人比较平滑。指关节高的人主富有思考力，做事谨慎小心，不会与人当面争执，但却会利用时机做出令人吃惊的大胆勇敢行为。而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手指的长短外形也可以透露出一个人的财运强弱与吉凶。那么手指天生长或者天生短的人命运如何呢？大佬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。1. 天生手指长的人命运如何？ 1. 整体手长的人细心守成。从整个手来看，如果手指长度占整个手掌的60%算是短，手掌的7成半为普通，8成以上算是长。手指长或手大的人个性较为细心守成，对于工作往往能不厌其烦地注重细节，事情在付诸行动前往往考虑慎重，适合做一些用脑的工作。只要肯努力，必能够事业成功，否则很容易平平无奇度过一生。手指长得细长的人有文艺天赋，且在社交场合中能巧妙地调节气氛，易讨朋友欢心。若智慧线发展良好，则适合从事文艺工作。2. 大拇指金星指长的人多长辈爱护和关心。拇指也称为金星指，掌管人5岁到14岁时的运势，也代表父母祖上。大拇指比较长的人意志坚定，个性强，是自我中心主义者。年少时运势上相对来讲比较顺利，进步比较快，学习比较优秀，身体比较强壮。同时多长辈爱护和关心，在事业上比较自信，爱情上比较主动，向往高质量的爱情生活。大拇指比较长的人比较自负，喜欢被周围的人所关注。假如食指和中指之间的间隔比较大，这一倾向将更加明显。3. 食指木星指长的人热衷于权势，食指又称为木星指，掌管人15岁到29岁时的运势，代表着支配欲，代表权力，野心大。当食指长度超过中指第1节的1/2以上，可以视为长。食指长的人性格比较顽强，人生目标比较高，热衷于权势，相当具有企图心，喜欢管理与支配他人，为达个人目标奋斗不懈，多数有非常出色的成就，称为承担重责大任、位高权重的人。食指过长的人性格偏强硬，爱出风头，具财大气粗的性格，往往很难存得住钱。这种类型的人，就算钱赚得多，花的也多，所以节制挥霍的欲望和消费习惯是根本之道。食指长的同时，又拥有强有力的拇指和清晰的掌纹，
这样的人易成为中小企业的领导者。食指长的同时却拇指短小，手纹不清，则其人喜欢操控别人，但处事艺术不够灵活。如能多给晚辈或配偶一些自主权和尊重，彼此相处上会更融洽美好。4. 中指、土星指长的人适合搞科学研究。中指又称为土星指，掌管人30到44岁时的运势。中指的指甲全部高于食指和无名指尖，可以视为中指长。中指长的人人生观稳定，生活态度非常严肃认真，重视逻辑条理，缺乏生活情趣，对于实物和细节能够不怕沉闷地做确认，正是科学研究需要的人才，很适合在组织化的单位工作，从事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学者或行政管理职。其人在中年时事业发达，财运亨通，身体也比较健康。5. 无名指、太阳指长的人好赌。无名指又称为太阳指，掌管人45到59岁时的运势。无名指达到中指第一节的3/4处，可以视为长。无名指长的人在事业上有独特的眼光，在工作中有自己独立的计划，一步一步的实施，不大受外界的干扰。在爱情上，他们有很强的审美观，比较向往浪漫的爱情。无名指长的人好赌，将钱视为身外之物。他之所以赌钱，不是由于贪财，而是喜欢追求刺激。加上个性不服输所致，无名指长的人对于艺术、文学感受强，醉心于心灵感受，重视社会声誉与他人赏识的眼光，需要他人肯定认同，有艺术天赋。许多娱乐圈人士与艺术家都有长无名指。6. 小指、水星指长的人具有雄辩之才。小指又称为水星指，掌管人60到74岁时的运势。小指长过无名指第3个指节，可以视为长。小指长的人有很强的观察力，具有雄辩之才，语言表达能力极佳，事业上比较进取，个性上很强势。不过缺点在于言多必失，而且容易因言语得罪人，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也大。另外也要小心使用权谋，攻于心计。所以虽然能拥有事业和财富，但人缘却不见得好。由于沟通与社交能力出色，小指长的人很适合接触人群的服务工作，譬如律师、业务员、政客和作家等等。但小指太长，往往会因爱出风头又急于表现而弄巧成拙，引起他人反感。需小心过于夸大与谄媚的缺点，以免容易获得成功机会，却难有大成就。小指相对较长的人也代表老年时期运势顺利，身体健康。2. 天生手指短的人命运如何？ 1. 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的人善经营。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，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，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用手的特征。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，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，外露憨厚，内藏精明，不会在乎小事，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，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，并且勇于采取行动。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，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，管理者。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的短小，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，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。2. 大拇指、金星指短的人性格软弱。大拇指又叫金星指，掌管人5到14岁时的运势。大拇指生得比较短，刚刚超过食指的根部，人性格软弱。假如拇指在外力的作用下很容易向后弯曲，这一点将更加明显。这种类型的人通常都缺乏自信心和说服力，因而在与人交往过程中，他们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，容易被伴侣或朋友左右。大拇指短的人年少时要靠自己努力，事业上追求务实，喜欢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业，会白手起家，不喜炫耀自己的财富。
这类人金钱的观念十分实在，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，如华丽的衣服和美食，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。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，为人也相当务实，说一是一，不会有太多的心机。3. 食指短的人嫉妒心强。食指又称为木星指，掌管人15岁到29岁的运势。食指生的较短，在中指第3节的横纹之下的人有很强的妒忌心，看到身边的人超过自己，内心总是不服气，一定要想办法超过对方才好。这类人在事业上有时会比较辛苦，责任心不高，男子还容易怕老婆，很难有大事业。4. 中指土星指短的人容易冲动。中指又称为土星指，掌管人30到44岁时的运势。中指是所有手指中最长的，且位于5根手指的中心，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。若是中指生得过短，其人在事业上缺乏耐心，干工作时感觉没有希望，就坚持不下来，一见异思迁。而且这类人很容易冲动，城府极浅薄，需好好控制自身的情绪，否则易做出悔恨之事。投资理财上属于盲目跟从，幸运的话也许能获利，不然便会因失败而一蹶不振。此外，中指短的人在爱情上容易为情所困，因为他们爱得比较深，感情上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比较在意。5. 无名指太阳指短的人个性沉稳。无名指又称为太阳指，掌管人45到59岁时的运势。无名指生得比较短的朋友比较有个性，在工作上不喜好高骛远，踏踏实实，比较沉稳，不喜欢投机冒险。他们在爱情选择上考虑现实中的东西较多，所以爱情一般比较稳定，财运也不容易出现大起大落。无名指生得过短的话，则代表缺乏自信心，往往在投资或理财方面欠缺胆量。6. 小指水星指短的人喜欢直来直去。小指又称为水星指，掌管人60到74岁时的运势。小指生得短，在无名指第3指节横纹之下的人喜欢直来直去，在事业上不喜欢拐弯抹角，喜欢讲究信誉。他们的财运也比较稳定，在爱情上虽然爱得比较深，但不大善于语言表达，对另一半比较体贴。小指短的人通常在语言表达方面比较欠缺，与其他人的沟通交流能力较差，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谈话中都是如此。他们总是难以让人理解他们的意思，也不善于与其他人建立并维持亲密的关系。快结合大佬上面讲的这些，看看你的手指蕴含着哪些奥秘吧。当然相不独论，以上这些仅供参考。如果想要准确了解自身命运如何，建议结合自身面相、八字、姓名等等，综合分析了解判断，才更为准确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